大家好，我是牧羊。每逢佳节倍思亲，新春将至，你有特别思念的亲人吗？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之前有一次我在云南，那天早晨呢，雾气很大，我就特别想吃那个巷子口的米干和饵丝，我就想去带着外婆一起去尝尝。那家店生意特别好，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蒸汽和嘈杂的人声。那个米干店的老板呢，忙得晕头转向，我呢就拿着那个手机在扫他们家的付款码，扫了半天扫不出来，很着急。这个时候我就转过头去看我的外婆，我就看见她跟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婆婆并排坐在那个长条凳上，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但是他们好像在聊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看到那个笑的那个肩膀一耸一耸的，说说笑笑。我看到这些老人在一起那种欢声笑语很默契很热闹的时候，我也很开心。这个时候呢，我就看到我外公正好从门口经过，好像要去办什么正事，步履匆匆的。他就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居然大清早跑过来在门口吃小吃，就停下来打趣我们，大概是你们怎么这么清闲之类的话。然后呢就摆摆手，就笑呵呵的走了，没能和我们在一起坐下。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等着老板在那里烹饪，心里想呢，赶紧做好端过去，我要坐在外婆旁边听听他们这些老姐妹到底在聊什么家长里短，一定是非常有趣的谈话。我就等啊等啊，等到后来我就醒了，然后我再想起来我没有外公外婆了，我就躺在那里怅然若失了很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朋友，你们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亲人的离开真的不是一场暴雨，它是此生漫长的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想一个问题，他们离开了我们到底去什么地方了？是真的阴阳两隔了吗？还是他们已经喝了孟婆汤而断了联系吗？所以我尝试着穿越古今中外，遍访科学与玄学，我就想找到那个终极的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今天在这个快要临近春节的时节，我特别想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探秘的旅程。首先我们想推开科学的大门，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再见不到这些亲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消失了，而是因为宇宙为了保护我们每个人的因果，被迫竖起了一道墙，这个墙的名字叫做光锥。那什么是光锥呢？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房间的灯全关掉，漆黑一片，你在房间的正中央点亮了一根蜡烛，就在你擦燃火柴的那一瞬间，光就开始朝四面八方去传播。那这个光呢，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如果我们把时间算进去呢，这个光球在四维空间里面扫过了轨迹，就是一个圆锥体。那么根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呢，在这个宇宙当中，任何信息的传递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那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只有在这个光锥笼罩的范围内的人和事，才能和你我发生联系，才能被自己看见，去感知到。而光锥之外呢，物理学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绝对他方 Absolutely elsewhere。 意思是说，如果发生在光锥之外的任何事件，无论多么惊天动地，都无法影响到光锥之内的我们，因为连光都过不去，信息也过不去。那么亲人的离世，从物理的视角来看，其实就是他们的世界线突然在某一个坐标点上发生了剧烈的偏转，切入到了我们的光锥之外。那他们还在吗？当然在，因为就像光锥外的一颗星星，它明明在那个地方，只是因为它的光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或者说我们之间失去了传递信号的介质。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宇宙非要搞这么一个速度限制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瞬间感应到彼此呢？这就要提到一位没有那么出名，但是在数学界有分量的物理学家，叫做伊格纳托夫斯基。早在1911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几年之后，伊格拉托夫斯基仅仅用了2张纸和2个最基础的数学假设，就推导出了宇宙的一个秘密。他的这个假设非常简单啊，第一，
空间是均匀的，也就是说，无论宇宙在北京、在纽约、在火星上，在哪里都是一致的。第二呢，叫做相对性原理，就是物理定律在静止的房间和在匀速行驶的高铁上面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就基于这2点公理呢，伊格拉托夫斯基呢就用纯粹的群论数学推导，就发现我们要构建一个合法的宇宙，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选择呢，就是这个宇宙的信息传递速度是无限大，这个是牛顿眼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瞬间到达宇宙的尽头，就是当我想外婆的时候，念头一动就能立刻出现在她的面前。这听起来很美好，但是数学分析就发现，如果宇宙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型的话，因果律就会崩塌，因为结果可能会发生在原因之前，有可能我们先看到了外婆的笑脸，然后再决定去出发看她，甚至孙子出生在爷爷之前，那么宇宙的逻辑链条就会产生紊乱。那为了不让世界乱套，维持因为所以这样的一种逻辑，宇宙被迫选择了第2种选项，就是存在着一个有限的不可逾越的速度上限，我们把它称为 k。 只有设置了这个上限呢，因果才能有序，先有闪电，再有雷声，先有父母，后有我们，先有相遇，后有离别。所以并不是光定义了速度的上限，光子只是因为它没有质量，它可以跑满这个宇宙所允许的最高的速度。那这个数学证明，如果翻译成我们人类的情感语言，就是分离是宇宙为了确立因果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宇宙不竖起这堵叫做光速的墙，如果我们可以随意的跨越时空，那么我和外婆相遇的那个缘分，那个因为我是她的外孙所以她爱我这个逻辑本身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为了守护这一份缘分的逻辑合理性，为了让我们的相遇是有序的，是真实的，宇宙把我们隔绝在了不同的时空孤岛当中，而这堵墙保护了我们的存在，也阻断了我们的重逢。这就是生活在这个3维宇宙当中的终极的无奈。但是这种阻隔是永恒的吗？我们为什么会被锁死在这个低速的世界当中，而不能像光一样的快呢？这就要聊到另外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会慢下来了？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肉身？现代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就发现，在很久以前呀，宇宙大爆炸刚刚开始的那一瞬间，那是一个非常高温、极其纯粹的时刻，构成我们身体的所有的基本粒子，不管是夸克还是电子都没有质量，可谓是本来无一物。在原始的这种状态之下呢，我们所有的这种粒子都以光速飞行，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的概念，瞬间就可以从宇宙的一头飞到另外一头。生与死在光速的世界当中是重叠的，没有衰老，没有停留，只有永恒。这听起来有点像传说当中的极乐世界。那么后来宇宙渐渐冷却下来，产生了一种叫做希格斯场的东西。物理学家呢喜欢把它比作叫糖浆或者胶水，但我更愿意用我们中国文化的词来翻译它，就是红尘。这个希格斯场呢充斥了整个宇宙，无处不在。在这个场里，光子是天选之子，非常高冷，它完全不和希格斯场发生任何的反应，片叶不沾身，穿过红尘而不染。所以光子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宇宙大爆炸之初的原始状态，没有质量，永远光速，不生不灭，不老不死，时间对它来说是停止的。但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其他的粒子，比方说夸克、电子，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或者说它们太多情了。我们的粒子在穿过这个红尘的时候，与希格斯场发生了剧烈的相互作用，就像在那个粘稠的糖浆之中游泳，会觉得有很大的阻力。这个阻力在物理学上表现出来的性质就是质量。质量本质上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纠缠的程度。因为我们太留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和希格斯场纠缠得太紧，所以我们变重。因为变重，所以我们被迫要从光速的快车道跌落下来，被锁死在这个低于光速的慢车道当中。
我们获得了质量，于是获得了肉身，但代价是我们就失去了永恒，我们开始有了时间、衰老和死亡。所以你想想看啊，当你拥抱着相爱的人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重量，那种温暖的触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粒子在和希格斯场发生碰撞。而活着就是为了感受重力，就是为了感受这种阻力。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和这个世界纠缠，哪怕那一瞬间我们解脱了，我们的粒子就会失去质量，回归光速。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什么是死亡？也许死亡只是那一部分的粒子解除了和希格斯长达一生的纠缠，他们终于卸下重担，把那个肉身脱下来，回归到了宇宙最原始的状态——光。所以外婆并没有消失，她只是不再重了，她不再需要因为了拥抱我而背负沉重的质量，她化成了光，回到了那个没有时间、没有距离的永恒的领域。而我还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充满了阻力、摩擦和重力的世界当中，我还想用这个沉重的肉身去拥抱那个已经飞升而去的光。注定是徒劳的吗？不是，这背后还有更深的天机。大家听过块状宇宙吗？1955年，爱因斯坦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贝索去世，他是陪伴了爱因斯坦一辈子的好友。在他去世之后，爱因斯坦给贝索的家人就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当中呢就有这样一句话：现在他比我先一步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要像信仰物理学一样信仰真理的人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仅仅是一种顽固而坚持的幻觉。爱因斯坦所说的幻觉是指我们在三维世界当中生活，感觉时间像一道长河，从过去流向未来，一去不复返。就像昨天吃过的饭没有了，昨天见的人老了，逝去的人不在了，这是我们的一种直觉。但如果我们跳出三维空间，站在四维的高空去俯视这个宇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场景是不同的。在四维视角之下，整个宇宙像一片片的这种切片面包一样，或者像一卷已经拍好的胶卷电影一样。在这个胶卷的开头就是过去外婆可能正年轻，才坐在院子当中正在织着毛衣，阳光洒在她的身上。而在胶卷的中段，也就是现在，我在梦里面那个米干店门口排队买东西，心里面很着急。而在那个胶卷的后面是没有发生的未来。在这个块状的宇宙当中，所有的这些画面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并没有哪个画面消失了。它就像那个琥珀当中的虫子被完整的固化在时空的结构当中。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外婆没有了？那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意识焦点，它是沿着这个胶卷不可逆的往后移动。就像在电影院看电影，你已经看到了50分钟，那第10分钟就看不到了。但是不代表这个胶卷没有了，它始终都是在。我们常常用人走茶凉这个词来形容离别，觉得特别的凄凉。但我更喜欢唐代诗人王维的一句话，叫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在三维的时空当中确实到了水穷之处，但如果站在四维的视角来看，那正是云起时。我们是时空的旅行者，被迫向前赶路，无法回头。我们身后的风景，我们爱过的人，温暖的事情，它仍然在曾经的那个坐标当中纹丝不动。当然我说这些大家觉得听起来有一些遥远，但实际上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人体验过。这个不得不提中国近代的禅宗泰斗虚云老和尚的主预定的公案。这个事情发生在1901年的终南山。那一年呢，大雪封山，老和尚在茅棚里面觉得饿了，就把几块芋头呢就扔进锅里面煮。他想嘛，就水还没有开，我打个坐吧。于是这个双脚一盘，就瞬间入定。等到再次听到这个引磬声睁开眼的时候，就看到傅成师他们站在门口，非常的惊恐。你们来的正好，芋头应该刚煮熟，快来一起吃吧。也就是说，老和尚以为这就是几分钟的事情，水还没烧开呢。但是当大家揭开锅盖一看，水早就烧干了，火也早就灭成灰了。那几块芋头早就长满了这个霉毛，而且冻得像石头一样。
副神师就跟他说啊，老和尚你也太能打坐了，今天是腊月30了，你这一坐已经坐了18天了。大家品一品啊，在三维世界当中已经过去18天，但是在虚云老和尚的意识的世界当中，因为他切断了对三维世界的这种圆攀，所以他就像光子一样从时间的河流当中跳出来了。对他来说，那仅仅是一刹那。这说明时间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绝对的常数，它只是我们的肉身为了适应我们的三维空间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执念。一旦一个人的意念强大到可以足以放下这种执念的程度，你就会发现18天和1秒钟没有本质的区别。那既然活着的虚云老和尚可以做到让意识跳出时间，那么那些脱去的肉身的亲人们，他们现在的状态岂不是比入定更加自由吗？那讲到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我道理都听得懂，但是我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那我怎么样才能跟他再次相遇呢？难道等到我也死的那一天吗？那这就涉及到了我们人类探索的最前沿了，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是不是也受光速的限制呢？首先，意识到底是什么，在科学界争议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呢，主流的科学界认为意识是大脑神经元放电的副产品，就像灯泡亮了就会发热一样，如果大脑死了之后，灯就灭了，意识就消散了。但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和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就提出了一个设想，叫做协调客观还原理论。那这个理论就认为，意识的产生不是在神经元层面，而是在更加微观的细胞内部的微管结构当中。在那个地方呢，会发生着量子计算的现象。如果你对量子计算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知道非常著名的量子纠缠，就是两个粒子一旦发生过纠缠，哪怕一个在地球，一个在宇宙的尽头，你动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会瞬间做出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它是超越了光速和空间的。如果我们的意识本质上真的是量子层面的一种运作的话，那么它就不受经典物理法则的这些束缚。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的肉身随着时间的河流不断的在往前漂流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灵魂，因为它有量子属性，它保留着一种叫做逃逸的能力，就是它可能在某种特殊的时刻暂时脱离我们的躯壳，跃迁到光锥之外，去触碰那些高维度的非线性的信息场。听起来很玄幻啊，但是我后来查了很多的资料，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重新审视我们过去以为迷信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回光返照，大家以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民间传说嘛，但是在医学上面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但是不知道原因的一种现象。生物学家麦克尔纳姆呢，就研究了大量的案例，特别是患有这种老年痴呆，还有一些脑部遭受严重物理损伤的病人。他就发现呢，这些病人在临终前的几年当中大脑皮层已经萎缩，有的病人连名字都忘记了。那按理说呢，这个大脑的结构已经损坏，不可能再能够有更加高级复杂的一些能力。但是呢，就在他们临终前的一刻，哪怕可能就几分钟，或者有的是几小时，他发现有的这个病人会忽然清醒，眼神就从浑浊变成清澈，能叫出这些亲人的名字，甚至可以回忆起过去几十年的细节了。有的甚至可以非常有逻辑性的安排后事。如果说意识只是大脑这个硬件的产物的话，那这个现象是怎么可能呢？就像我们有一个收音机，把它砸烂掉了，结果它仍然能够播放音乐。除非这个意识根本就不是这个收音机产生的，收音机只是个接收器。当我们的大脑哪怕彻底坏掉，肉身即将崩溃的那一刻，束缚我们的这个希格斯场的阻力开始松动，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意识信号不再去依赖这个破损的大脑，我们就直接连接到了这种云端，连接到了光锥之外的永恒的信息场。那么那一刻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并不是说就好了，而是升维了，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一刻看到全息宇宙或者说块状宇宙的全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未来和现在的重叠在一起的景象。
我觉得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那个梦会很真实。或许当我们进入了这种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这些逻辑思维终于开始放松的时候，我们的微管量子的意识可以通过某种隧穿的效应，短暂的跨越时空，真的回到了那一刻的时空坐标。而且这种连接不仅仅发生在梦中。法国医学博士皮埃尔·茹尔当呢，就研究知觉几何学，他分析了数千个濒死案例，发现了一个没有办法用三维空间解释的一个共性，叫做全景视觉。他发现很多体验者，包括天生的盲人，报告就说呢，在濒死呢，就是能够同时看到房间的前后左右、天花板和地板，甚至能够看到物体的表面和内部。你想在三维空间当中，它是不可能同时看到一个球体的正面和背面的。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期即视感的节目，有一个观众就评论，他说有一次在宿舍当中，忽然恍惚间就感觉自己来到了那个天花板的上方，俯视着下方。我觉得这些经历真的是虽然神秘，但并不罕见。那么茹尔当博士就认为，也许在那一刻，我们身处在更高维的空间。那有没有更有说服力的一些现象呢？还真有。这就是雷蒙德·穆迪博士和威廉·彼得斯重点研究的叫共死体验，简称 SDE。这个共死体验神奇之处就在于经历它的不是濒死的人，而是守在濒死人身边的那个非常清醒的陪护者。那么根据真实的一些档案记录，比方说一位记录者，他是完全不信宗教的外科医生，他在临终陪护自己的父亲呢，就在父亲就是死亡的那一瞬间，他就忽然觉得整个病房的空间发生了一种扭曲。他记录当中是这样描述的：那一刻房间变了，我不觉得悲伤，我觉得是一种巨大的金色的平静充满了整个房间。我甚至看到了父亲年轻的样子，他站在那个地方笑着对我挥挥手，他告诉我他很好，他要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那个场景比现实还要真实，连他衣服上的褶皱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而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这种现象被描述得更具体，比方说我们说头七回煞，比方说有些亲人在去世之后，家里面出现一些反常的现象，有的是忽然飞进来一些蝴蝶，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亮灯。如果你用物理学的方式去重新审视，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根据信息不灭的定律来看的话，就算是黑洞蒸发，信息也不会消失。你说一个人的意识包含了如此巨大的信息量，它不可能凭空湮灭的。所以当亲人离世的时候，他们的这些意识体就会从有质量的状态坍缩成纯能量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能量的转换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周围的这些意识场当中激发起涟漪或者共振。那么它是一种意识波，如果我们和逝者的关系足够深的话，我们之间的纠缠足够强，那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调好波段的收音机，就恰好能够收到它。所以当一个非常强大的灵魂冲破了光锥的束缚，回溯光速的时候，它可能会给这个三维世界留下最后一次能量的震撼吧。那么这是一次跨维度的拥抱，也是一次能量层面的重逢。我们聊了这么多，就会发现光锥阻隔了我们的肉体是为了保护因果，而质量让我们拥有了拥抱的能力，也带来了分离的痛苦。块状宇宙保证了我们永远活在时空的某个坐标，而量子意识又给了我们跨越维度连接的可能性。所以明白了这些，我想我们该如何面对亲人离世的伤痛呢？我们难以割舍，难以强行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可以做认知的升级和行动的转化。首先我们可以去重新定义祭奠了。传统的祭奠往往充满了悲情，会哭泣，会烧纸，会对着空气说话，觉得你怎么做其实都是徒劳的，都是为了安慰活人的。但如果我们站在科学的视角或者是灵性的视角来看，你的关注本身就是能量。在这个浩瀚的量子宇宙当中，也许正是因为你的思念，那个位于过去坐标上的那个外婆或者是亲人，它的波函数才不会坍缩成虚无，它的存在才能更加鲜活和稳定。而我们的爱与关注，就是在向那个特定的时空坐标发出了一束高强度的量子信号。所以我觉得下一次我们再去扫墓，或者在家里面给他们
上香的时候可以换一种心态，就是不要带着一种我不行了，我好痛苦，你快显灵帮帮我吧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这是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它是一种低频的沉重的能量，会干扰信号的传播。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战友的心态，就是告诉我们的亲人说，我知道你就在光锥之外看着我，我现在还在这个低速的有质量的地球上面，我虽然还是很累，但是我还在坚持。我觉得这个背后核心就是走出受害者的叙事，成为感知探头。什么叫感知探头？就是既然亲人已经回归了光速，成为了纯能量体的话，他们就没有肉身来感知这个世界了。所以一个米干这种酸酸辣辣的味道他也吃不到，他也感受不到一个小猫搂在怀里的这种感觉。这种三维世界独特的质感是只有肉身的自己才能体验到的特权。所以我们不妨把我们自己的人生看成帮他们进行一种代行的体验，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留在这个三维世界当中的一种感知探头。比方说我们吃到一个好吃的菜，除了在吃饭之外，还可以在心里面花一点时间，对着那个时空之外说一句，可能是外婆或者是亲人，你看这个菜非常的好吃，这个红烧肉肥而不腻，是你喜欢的味道，我替你尝到了。当我们看到一个绝美的晚霞的时候，我们在意识当中会说，你看今天的夕阳只有在地球这个角度才能看到。我们抱着这样一只暖暖的小猫的时候，我们会说，你看这样一只小猫摸起来软乎乎的，我替你摸到它了。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这样想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都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因为你过得越好，你就感知得越细腻，你传回光锥之外的信号就越清晰越丰富。因为你的快乐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你的体验就是他们生命的延续。那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做一个非常具体的微行动，今天晚上或者是你看完视频的当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这只是属于你和那个光锥之外的人之间的秘密仪式。你可以找一张纸，给你那个最思念的逝者写一段话，你可以写一件具体的小事，是一件只有我们这个三维世界才能体验到的一些充满感官细节的小事。比方说，外婆，我今天学了你的样子，我煮了浓浓的豆浆，还放了半张豆皮，我还放了一个水蛋在当中。原来吃起来是香浓爽滑的。你之前每天吃的是这个味道。我今天吃了一种坚果的桃酥，入口即化，它咀嚼的时候还有坚果的清香和脆感，回味呢又有芝麻的香气。我想如果是你的话一定很喜欢。我们就把三维世界当中的这些质感汇报给已经回到了纯能量体的他们。相信你做完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心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被更换成了一种暖暖的光。聊到这个地方，我想朋友们，光锥确实是一堵墙，它无情地隔绝了我们的肉身，但是在光锥之外，在那个更高维度的宇宙，重逢是必然的。只是现在的我们还需要一点耐心，在这个低速的世界当中替他们好好的活着。我们的眼睛就是他们的望远镜，我们的心跳就是他们的节拍器，而我们的每一次开怀大笑都是跨越光年传递给他们最好的礼物。我是牧羊，以理性破译命运，用灵性抵达自在。如果你觉得这一段视频在你面对分离、面对逝去的亲人的时候给了你一点力量，你可以把它转发给你身边正在经历离别之痛，或者是难以割舍伤痛的这些朋友们，哪怕只能温暖一个人，也是一种功德。我们在光锥之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等到使命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脱下这一身沉重的肉身，回到光速的那一刻，我想我们终将在那里笑着重逢。